有缘人，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觉知的威力有多大吗？它可是重要到能让你逆天改命的关键。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觉知高，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没有找到觉知之前，所有的发生、发现或者所有的外在的这些能够让你看得到的或者看不到的所经历到的，全部都会给我们带来混乱，带来痛苦。只有你找到了觉知，你才能够理顺万般的显现。就好像是在一个黑房子里，所有的物品一定是你的障碍，因为你没有光，所以你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到处碰壁。一旦你找到了光，把灯打开，那么这个房子里的用品就能为你所用，它能为你提供帮助。所以在一个黑房子当中，最重要的是把灯打开。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整个人在一个大的黑房子里边，由于没找到觉知之光，所以这个房子里所有的物品都成了你的障碍，成了伤害你的外在原因。当你能够找到觉知，就相当于这个房间的灯都打开了，那么万物都成了你的妙用。所以现在要找的就是关键点，就是觉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理的问题，从最底层的逻辑上说，难道不就是因为正在逐渐地丧失自己的觉知能力吗？如果你自己可以完全清楚地觉察，并且知道此刻正在发生什么，同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那你还会有什么像诸如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等等之类的情绪问题吗？心经的第一句里就提到了观自在这三个字。所谓观自在，它并不是在说观察自己的存在，而是表达了一个因果，那就是观则在，不观则不在。只有观才会让你在，观是你的自由意志在此刻当下临在的前提条件。那为什么反过来不观我就不在了呢？那是因为当没有一个正在观的本体存在，那剩下的就只有你的思维和念头本身了。这时候存在的就只有一个已经被头脑思维所控制的，正在无意识地做着机械化反应的肉人而已。而真正的你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你都不在了，又何谈觉知力呢？所以觉知力的提升其实才是我们人生的首要工作，因为我们只有觉知到自己怎么了，才有机会让自己现在的处境发生转变。从现在开始，时刻对你任何正在进行的思考保持警觉，时刻让自己跳出来，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默默地观察这个正在思考的自己。做这个练习只需要做到2点：第一，知道自己在思考；第二，看见自己脑子里的这些念头都是什么，仅此而已。这个练习就是为了让你从思维当中解放出来，你需要时刻让自己变成以思维和行为的沉默的观察者，尤其是观察你思维的自动重复模式和你的各种小我所扮演的角色，随时随地地看见他们。这就是你正在提起觉知的一个最伟大的起点。就从你可以做到耐心的、不介入的、没有任何评判的，只是默默地一次次地做到观自在开始。当你的觉知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让自己随时跳出思维，认清当下任何的发生，让自己慢慢的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建议你耐心看完，一定能让你找回原本就属于你的觉知力。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的聆听。当你修行的越久，智慧提升的越高，就越能够明白下面这个真相，就是掌握的知识再多，也照样不影响一个人的愚蠢。一个人无论学历有多高，知识多丰富，思维多敏捷，只要他自我觉知的能力没有提高，就几乎很难产生智慧。甚至所学越多，认知壁垒就越发的坚固厚重，反而会更加障碍他对事物本质的洞彻。所谓的多则或说的正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不懂太多大道理，活得平凡淡然的人反而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无形中规避了很多认知观念的枷锁，只在一次次的人生琐碎中本能地体验着一切的苦乐觉受，对事物的觉知力更加真实而又直接。所谓的少则的，说的也是如此。六祖慧能禅师也曾说过，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所以说到在平常中，而觉知能力正是我们与道相合最大的力量来源。无论在世间还是出世间，一个连自己身心都觉知不到的人，就会像一个机械木偶一样的麻木被动。所以永远把经典里的那句常驻心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么到底什么是觉知？还有时刻提起觉知到底是在说什么？觉知这个词的意思，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其实很简单，就是觉察和知道。所谓觉察，指的就是你的觉察力，还有你的警觉心；而所谓知道，指的就是你拥有可以对当下一切的发生做出正确区分的智慧。所以我们一直说的提起觉知，在觉知下生活，其实意思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时刻都保有警觉心。警觉什么呢？警觉自己的专注力是否正在被各种杂念带走，警觉自己是否正在陷入情绪、欲望和习惯里，而失去觉察力和判断力，警觉自己是否又在进行着各种无意识的思考和造作等等等等。你们知道一些禅宗大师们是怎么修炼自己弟子的警觉心的吗？他们会拿着一根木棍，轻轻地走到弟子的身后，然后突然地敲上去。如果这个弟子保有足够的警觉心，那么他就会在师父的棍子落在自己身上之前，敏锐地觉察到并且躲开。这就说明这个弟子平时的修行很好，杂念少，专注力足够强。相反，如果这个弟子的警觉心不够，那么他就会被棍子打到，就说明他平时心不静，杂念多，专注力也不够强。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这样听起来时刻保有警觉心是不是太累了，搞得自己紧张兮兮的？错了，你如果这么想，那只能说明你是把警觉心理解为提防有事情发生的念头了。而高度敏锐的警觉心，
包括强大的定力和觉察力，其实只是一个具有高频而又强大的内在能量场域的自由意志，或者说能量意识的自由度十分强大的灵魂所自然就具备的一种功能。所以不要在下功夫之前去纠结这样那样的问题。当你的内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你自然就会拥有这些伟大的功能了。就好比如果你只是一根小蜡烛，那么你的光亮呢就很微弱，你就只能模糊地看见你眼前的这一点，并且一阵小风可能就把你给吹灭了。相反，如果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那么你就会把四周围全部的照亮，并且你可以把你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无比清晰。关于如何提升和修炼我们的警觉心和觉察力，比如我们的正念练习，就是特别好的提升警觉心和觉察力的方法。至于觉知当中的智慧的增长，那就一定需要我们在各种经历和逆境当中，通过不断的试上练，在实践当中去验证我们的体悟，验证我们的本自具足。当机缘到了，我们就会在某个临在状态下的瞬间实现顿悟时刻。这就是智慧增长的方向和路径，绝对不是你只通过看几本书、听几节课，然后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了。所以当我们在说要提起那一念觉知的时候，就要知道这指的是我们要觉察到此刻有什么内容正在发生，比如一个起心动念，比如内在升起了某种情绪，甚至我们还会对接下来即将可能会发生的内容保有一种警觉，并且你还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要瞬间用你的智慧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内容进行正确的区分。以上全部的这些功能在佛家就叫做觉知，王阳明则称之为良知。注意，关键的来了，这其实是我们光明而又本自具足的自信，或者说佛性所应该具备的功能。佛陀为什么会说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呢？所谓佛，其实就是觉悟的人。人一旦觉悟了，时刻都可以做到与觉知同在，也就是拥有了觉知的功能。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一个人良知光明，时刻都可以做到知行合一，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觉性圆满了，那也就是所谓的成佛了。在儒家呢，也就是成为了真正的圣人了。我们所说的提起觉知，其实也就是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而提起觉知和致良知的过程，或者说基础，则是你的警觉心、定力、觉察力和专注力的提升。这也是我接下来主要给大家探讨的路径和内容，也是其他很多实修体系里并没有去强调的内容。但是其实这些才是修行正确的方向。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提起觉知好像包含了很多的东西？这个太难太复杂了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对于一个真正的觉者，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刹那之间就可以完成的。这其实也是我们修行最终要去向的地方，最终想要实现的功能。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正觉。最后有一个粉丝问了一个很好很尖锐的问题，他问我，
既然说要时刻都提起觉知，那么如果我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我的学习这件事情上，比如我进入了心流状态了，那么我不就没有办法对学习这件事情保持觉知了吗？这个问题其实就好比在问，我们总说不要有执念，那时刻提起觉知或者致良知，是不是让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执念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就让禅宗大师来替我回答吧。禅宗大师说，我们存在的这个人世间原本就都是由各种相所构成的，可是我们却要在这复杂、繁乱、虚幻的充满了相的世界当中修行自度，去往彼岸，走向觉悟。那么如果在所有的执念当中，唯有提起觉知这个执念，才是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渡河，最终到达彼岸的那条小船，那么我们就大胆地用它便是。但是记住，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它亦是一个执念，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么倘若你有一天真的可以到达要上岸的时候，记得就不要再背着这艘小船了，因为你不再需要它了，你可以把它也一并的放下了。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所有的学说体系、宗教书籍、课程，包括我，其实也都只是你们的工具，用完了以后一定记得要放下。那么现在我们再翻过头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那个问题，在你学习的时候，短暂而又美好的心流状态，难道不正是你一直在苦苦追求的那个相对来说的暂时的彼岸吗？一个人的心流状态可以说是无比宝贵，甚至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般来说，最多也只有20分钟到2个小时不等。你之前一直就问我如何才能进入心流，而你想要进入心流的前提，正是你要时刻提起觉知，让自己的专注力全然的不被任何一丝一毫的杂念所干扰，为的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全然的集中在你当下的学习上，这样你才有可能进入心流。可是假如你已经进入了心流，已经实现了这种灵肉合一的临在的状态，那你又何必去纠结帮助你实现它的这个工具呢？更何况你现在还没有实现它，你离心流还很远，但是你却已经开始在各种的纠结担忧了。这就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要少些幻想，少些纠结，少些担忧。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彼岸在哪里，那就去找到那个可以让你自渡的那条船，坚定地划着它，朝它去。如果我们在觉悟的道路上，只有通过提起觉知，这艘小船方可渡河，那你用它又有何妨呢？正所谓只此一正念起，却破除了万千妄念。假如你还是觉得时刻提起觉知，保持正念，会让你感到紧张不安、不舒服、不习惯、有压力，那么你不妨问问自己，当自己之前的几十年一直都无意识地陷入在众多的社会习惯和执念当中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和各种业力因果所带来的苦难折磨吗？
那么这些痛苦烦恼和你现在所纠结的这些紧张、不安、压力，相比起来孰轻孰重呢？难道这不正是你选择修行、选择从内在改变和提升的原因吗？我们所探讨的内容，其实都是完全在你的思维和认知习惯之外的东西，甚至是完全反认知、反习惯的。然而你却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认知和思维习惯当中以这些虚假的我存在，即使他们不断地让你承受着痛苦和折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只能通过对他们的认同而获得存在感，否则你就会因为失去存在而感到不安。可是我们的实修心法恰恰就是在帮助和指引你从这些对假我的认同当中剥离出来，而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假我就一定会制造出压力、紧张和不安，甚至恐惧等等等等，来试图阻止你摆脱对它的认同。可是直面和承受这一切，从无意识的受苦变为主动的有意识的受苦，这就是你想要回归真正的自己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现实。还是那句话，我和这个影片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南针，一张说明书，或者说是催化剂，都只是工具而已，只能给你指明方向和路径，给你助把力。至于你最终能走到哪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还有你的信念和你的造化了。我们总是说要提起觉知，可是如果提起觉知就和提起一桶水一样简单，那么大家就都会充满智慧，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不是吗？人类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从最底层上说，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地丧失自己的觉知能力吗？如果你自己可以完全清楚地觉察，并且知道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此刻你正在做什么，那你还会有什么像诸如强迫症、抑郁症等等之类的情绪问题吗？其实让你痛苦的根源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根本无法觉知到此刻你还是不是你无法觉知到此刻你正在做什么，你也更加无法觉知到在事物表象之下的真实发生。所以觉知力的提升其实才是我们人生的首要工作，因为我们只有觉知到自己怎么了，才有机会让自己现在的处境发生转变。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迫切地想知道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觉知力呢？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3个提高觉知力的方法，让你随时随地的有意识的训练和提升自己的觉知力，或者说觉知功能。首先，第一个提升觉知力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开始进行内观。心经的第1句里就提到了观自在这3个字。所谓观自在，它并不是在说观察自己的存在，而是表达了一个因果，那就是观则在，不观则不在，只有观才会让你在。观是你的自由意志在此刻当下临在的前提条件，这才是观自在真正的意思。那为什么反过来不观我就不在了呢？那是因为当没有一个正在观的本体存在的时候，那剩下的就只有你的思维和念头本身了。
这时候存在的就只有一个已经被头脑思维所控制的，正在无意识地做着机械化反应的肉人而已。而真正的你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你都不在了，又何谈觉知力呢？所以从现在开始，时刻对你任何正在进行的思考保持警觉，时刻让自己跳出来，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默默地观察这个正在思考的自己。在这个练习之下，你只需要做到2点：第一，知道自己在思考；第二，看见自己脑子里的这些念头都是什么，仅此而已。这就是观。这个练习就是为了让你从思维当中解放出来，你需要时刻让自己变成你思维和行为的沉默的观察者，尤其是观察你思维的自动重复模式和你的各种小我所扮演的角色，随时随地地看见他们。这就是你正在提起觉知的一个最伟大的起点。就从你可以做到耐心的、不介入的、没有任何评判的，只是默默的一次次的做到观自在开始。如果一开始你感觉比较难，很难找到那个跳出来观察自己的第三视角，那你可以试着借助镜子或者手机摄像头去看见那个正在思考的你，亦或者自己说出自己此时此刻头脑当中的念头，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不堪。这就像我们在冥想的时候会借助自己的呼吸一样，它就是帮助我们处理头脑开始内观的一把梯子。提升觉知力的第二个方法，随时随地的练习，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瞬间都从情绪和念头当中抽离，然后全部放在自己身体的感觉上，比如呼吸，哪怕每次只有短短的几十秒也好。记住，只有你的身体，除了此刻当下，它哪儿也去不了。可你呢，却总是抛弃它，扔下它不管，然后却跟随着思维和念头跑到了过去或者未来。所以你必须要随时练习重新找到它，抓住它，让它作为你留在当下的一个把手，黑暗里的一束光，让自己随时从那些并没有和任何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意识的机械性的思考当中抽离出来。当你一旦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身体的感觉上，你的头脑才会逐渐的安静下来。这个练习会让你开始不断的觉知到当下就在这里，并且同时还能觉知到原来你刚才已经不在了。提升觉知力的第三个方法，每天练习让自己心无杂念，投入全部注意力的去完整的做至少一件平时你会心猿意马去做的每天都重复的事情，比如选择今天做饭的时候，或者走路回家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或者刷碗的时候等等，然后全程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在做这一件事情的过程上。我说的全然指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头脑里没有任何的杂念，不是你吃饭的时候还想着孩子，陪孩子的时候又想着挣钱，洗澡的时候还想着打游戏，而是你吃饭的时候只是吃饭，什么都不想，只是感受食物在你嘴里慢慢融化和它本身的味道。你陪孩子的时候就只陪孩子，什么也不想，
只是感受你和孩子2个人之间交互的每一个瞬间。你洗澡的时候就只是洗澡，什么也不想，只是感受水和你皮肤接触的感觉，感受你的手滑动在你身体皮肤上的感觉。你走路的时候就只是走路，什么也不想，就只是感受阳光照到你身体上的温暖，或者你脚底接触地面的感觉等等。这个练习会让你不断地对抗思维的拉扯，让你拥有停留在当下的定力，让你觉知到当下其实真正发生的是你身体所感受到的这一切，而不是你头脑里幻想的样子。每天练习完成正念觉知一件事，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真的要去做，就会发现十分的困难，因为长久以来，你已经习惯了做着 A 想着 B， 做着 B 想着 C， 你习惯了我思故我在，因为那些虚假的小我，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你的无意识的思考，你一旦停下来，它们就会消失。为了抵抗这种消失，他们就会创造出痛苦、不情愿、失落、恐惧等等负面情绪，为的就是要夺走你的觉知能力。而我们的练习就是在一步一步地重新提炼起你的觉知。说完了这3个日常的提炼觉知的方法以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并没有说冥想、打坐等等这些你们经常听到的修炼方法，就是因为今天我所讲的这3个方法，它们和冥想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你与思维进行解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它们都属于冥想练习的范畴。而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他会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情况，立刻让自己进入动态或者静态的冥想，随时进入，随时出来，并不是一定非要盘腿打坐。当你的觉知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拥有这种能力，自然就可以让自己随时处理头脑，跳出思维，让自己慢慢地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自在的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提起觉知，省察自己。愿你早日找到觉知之光，理顺万般显现，化障碍为妙用。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